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Amazon 近期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公司收入达到2006亿美元，同比增长20%；AWS 收入达到422亿美元，同比增长37%，创下18个季度以来最快增速。广告收入增长26%，零售业务也继续改善。财报公布以后，Amazon 股价盘后一度上涨接近9%，但这份财报里最值得关注的数字不是收入，也不是利润，而是2200亿美元。Amazon 把2026年资本开支计划从原来的大约2000亿美元提高到2200亿美元。与此同时，过去12个月自由现金流已经转为负76亿美元。公司赚的钱越来越多，却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投入数据中心、芯片、电力、网络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Amazon 现在面对的核心问题是 AWS 增长重新加速以后，公司应该继续把更多现金投入扩张，还是应该开始证明这些投入能够转化成稳定回报？市场这一次选择了相信 Amazon， 因为 AWS 增长速度明显超过预期，而且管理层表示计算需求仍然远高于供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做这类深度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看 AWS， 第二季度 AWS 收入达到422亿美元，同比增长37%，这个增速明显高于上一季度，也高于市场原本预计的31%左右。更重要的是，这是 AWS 连续多个季度加速以后再次出现明显跳升。对于一家季度收入超过400亿美元的业务来说，37%并不是低基数增长。按照当前规模计算， AWS 年化收入已经接近1700亿美元。过去2年，市场一直担心 AWS 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竞争中落后。微软有 OpenAI， Google 拥有 Gemini 和自研 TPU，Amazon 则需要同时证明自己的模型平台、芯片和客户生态足够有吸引力。AWS 增长一度低于微软 Azure， 也让很多投资者认为 Amazon 在最重要的新一轮云计算投资中失去了领先优势。第二季度的数据暂时改变了这种判断。管理层表示，企业对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的需求继续快速增长，而且 AWS 目前能够提供的计算能力仍然无法满足全部订单。很多新增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容量在上线以前已经被客户预定。公司还表示，部分客户合同已经锁定到2028年，这说明 AWS 当前的问题不是找不到客户，而是建得还不够快。云计算业务和普通软件不同， Amazon 不能在客户下单以后立即凭空增加算力，公司需要提前购买土地、获得电力、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芯片、铺设网络、再安装和测试设备，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收入确认在后面，现金支出却发生在前面。Amazon 决定提高资本开支，就是因为管理层认为新增产能一旦上线，很快就可以被客户使用。AWS 合同积压已经达到接近5000亿美元，说明大量未来收入已经通过长期协议锁定。OpenAI、Meta 和 Pinterest 等大型客户都在增加对 AWS 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使用。不过，合同积压不能简单等同于未来利润，大型客户通常拥有很强的议价能力，长期合同也可能包含折扣。Amazon 需要承担数据中心、电力、芯片折旧和维护成本。AWS 收入增长越快，短期资本需求也越大。人工智能让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传统云计算客户可能租用普通处理器和存储，训练大型模型则需要昂贵的图形处理器或者专用芯片，还需要高速网络和大量电力。一个大型人工智能客户带来的收入很高，但前期投入也远高于普通网站或者企业软件。Amazon 的策略不是只购买英伟达芯片，而是同时发展自研芯片。Trainium 用于人工智能训练， Inferentia 用于推理。公司希望通过自研芯片降低成本，也给客户提供英伟达以外的选择。第二季度电话会议里，管理层提到 AWS 芯片业务和人工智能业务都已经达到超过25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规模。这说明 Trainium 不再只是一个实验项目，而是开始成为 AWS 商业模式的重要部分。自研芯片的意义不只是节省采购成本，云计算行业最核心的竞争之一是单位算力价格。如果 Amazon 可以用 Trainium 提供更低成本的训练和推理，就可以吸引价格敏感的客户，也可以提高 AWS 的毛利润。
客户一旦围绕 Trainium 优化模型迁移到其他云平台的成本也会增加，但这条路线同样有风险。英伟达的软件生态已经非常成熟，开发者熟悉 CUDA， 大量工具和模型也围绕英伟达硬件设计。Amazon 需要证明 Trainium 不仅价格更低，而且开发和迁移足够方便。只要使用难度明显高于英伟达，很多客户仍然会选择成本更高但风险更低的方案。Bedrock 则是 Amazon 连接不同人工智能模型的平台，企业可以通过 Bedrock 使用 Anthropic、Meta、Mistral 以及 Amazon 自己的模型，而不需要只押注一家模型公司。AWS 希望把模型变成类似数据库或者存储服务的标准组件，客户根据任务选择模型，数据和权限仍然留在 AWS 环境中。这种中立平台策略符合 Amazon 过去的云计算优势。AWS 不需要拥有市场上唯一最强的模型，只要客户愿意在 AWS 上训练、部署和管理模型，公司就可以从计算、存储、数据库、安全和网络中获得收入。Anthropic 则是 Amazon 最重要的模型合作伙伴之一。Amazon 已经向 Anthropic 投入巨额资金， Anthropic 也把 AWS 作为主要云计算平台，并大量使用 Trainium 芯片。第二季度 Amazon 净利润受到投资估值收益明显推动，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 Anthropic 价值上升。这笔投资让 Amazon 同时站在两边，一方面 AWS 为 Anthropic 提供算力并获得云收入，另一方面 Anthropic 估值上涨也会增加 Amazon 账面利润。不过，这类投资收益不能被当成正常经营利润。人工智能公司估值波动很大，未来可能带来收益，也可能带来减值。判断 Amazon 主营业务仍然需要看 AWS 经营利润、零售利润和现金流，而不是把一次性投资收益全部当成长期盈利能力。第二季度 Amazon 净利润达到600多亿美元，但其中超过500亿美元来自投资估值变化。如果只看每股收益，会产生公司利润突然暴涨的错觉。真正可持续的部分主要来自 AWS 零售和广告业务的经营改善。广告已经成为 Amazon 最容易被低估的业务之一。第二季度广告收入达到接近200亿美元，同比增长 26%， 这个规模已经超过很多大型媒体公司的全部收入。Amazon 广告和普通社交媒体广告不同，用户打开 Instagram 时可能只是想看朋友或者视频，用户进入 Amazon 时通常已经有购物意图，他可能正在搜索咖啡机、儿童书包或者洗衣液。广告主可以在用户接近购买的时候展示产品，转化率通常更高。Amazon 还知道用户最后买了什么。很多广告平台只能看到点击， Amazon 可以看到搜索、浏览、加入购物车和实际交易。这种闭环数据让广告主更容易衡量投入回报，广告收入增长也会提高零售业务利润率。Amazon 不需要为每亿美元广告收入增加对应仓库和配送成本，广告的毛利润远高于销售普通商品，可以补贴 Prime 配送和低价策略。随着 Prime Video 加入广告， Amazon 还可以把电商数据和视频内容结合起来，品牌可以在体育直播、电影和节目里投放广告，再观察用户是否去 Amazon 搜索和购买产品，这让 Amazon 同时进入数字广告和传统电视预算。零售业务本身也继续改善。公司近几年最重要的变化是把美国配送网络从全国集中模式改成更区域化的库存和配送结构，商品更靠近消费者，包裹运输距离缩短，配送速度加快，单位成本也下降。Amazon 第二季度继续刷新 Prime 配送速度记录，越来越多商品能够当天或者次日送达。公司还在更多地区测试30分钟配送，并扩大药房和日常消费品业务。配送速度不是单纯改善用户体验，更快配送会改变消费者购买习惯。过去人们可能只在 Amazon 购买电子产品和书籍，现在连牙膏、零食和常用药也可以随时下单。订单频率提高以后， Prime 会员价值上升，广告库存和第三方卖家收入也会增加。高频消费品利润率不一定高，但它们可以让用户更依赖 Amazon。 用户每周打开 Amazon 多次，就更可能顺便购买高利润商品，也更容易被广告影响。第三方卖家继续是零售业务的重要利润来源，卖家支付佣金、仓储、物流和广告费用， Amazon 不需要承担所有库存风险，却可以从交易的多个环节收费。过去市场经常把 Amazon 看成一家低利润零售商加一家高利润云计算公司，现在这套结构已经变得更复杂。零售网络提供用户和交易，广告提高利润率， Prime 增加留存，物流服务可以对外开放，
AWS 则提供主要经营利润和人工智能增长，这些业务之间也在互相支持。Amazon 内部拥有超过100万台机器人，人工智能可以优化仓库路径、库存和配送。AWS 的芯片和模型可以先在 Amazon 自己的物流和零售系统中使用，再提供给外部客户。零售业务因此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型测试环境。问题是，所有这些增长都需要大量资本。Amazon 把2026年资本开支计划提高到大约220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增加200亿美元，也明显高于2025年。资本开支主要用于 AWS 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但也包括物流、机器人、卫星和其他项目。Amazon 现在的投入规模已经接近很多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预算。管理层把人工智能称为一生一次的机会。他们认为，如果现在因为担心短期现金流而减少投资，就可能在未来10年失去最重要的技术平台。这种逻辑并非没有依据。AWS 本身就是 Amazon 长期投资的结果。公司在云计算早期投入数据中心时，很多投资者也质疑零售公司为什么要建设企业技术平台。后来 AWS 成为 Amazon 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但今天的竞争环境和 AWS 早期并不完全相同。当年 Amazon 率先建立公共云，竞争对手相对有限。现在微软、Google、Meta、OpenAI 和多家芯片公司都在投入数千亿美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可能形成巨大市场，也可能因为供应快速增加而进入价格竞争。如果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建设大量数据中心，未来算力短缺可能变成过剩，客户会要求更低价格，云厂商的资本回报率可能下降。今天排队购买算力的客户也不一定会永远保持同样增速。芯片更新速度也很快，一座数据中心可以使用很多年，但其中最昂贵的芯片可能几年就被下一代产品取代。折旧费用会上升，旧设备利用率如果下降，就会影响利润。内存和其他零部件价格上涨也是 Amazon 提高资本开支预测的原因之一。公司并不是所有新增支出都来自购买更多设备，一部分只是同样设备变得更贵。成本上涨能否转嫁给客户，将影响 AWS 利润率。自由现金流已经反映出这种压力。过去12个月 ，Amazon 自由现金流从正数转为负76亿美元，经营现金流仍然强劲，但购买设备、建设数据中心和支付融资租赁的支出增长得更快。负自由现金流不代表 Amazon 出现财务危机，公司拥有庞大现金流和融资能力，也可以发行债券支持长期建设。真正的问题是，投资者需要重新理解这家公司的财务模型。过去几年 ，Amazon 在削减疫情期间过度扩张的仓库和员工以后，自由现金流快速恢复，市场一度认为公司将进入利润和现金流持续改善阶段。人工智能投资现在又把自由现金流压回负数。如果 AWS 保持30%以上增长，新增产能快速上线并被使用，现金流可能在未来重新改善。资本开支今天发生，收入和利润在未来几年确认。但如果 AWS 增速回落，或者人工智能计算价格下降， Amazon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收回投资。2000多亿美元资本开支会转化成更高折旧，也会降低未来自由现金流。第三季度指引也提醒投资者不要只看第二季度。Amazon 预计收入继续增长，但经营利润区间相对谨慎。Prime Day 和强劲需求帮助第二季度表现，未来季度还要面对高基数、投资成本和宏观环境变化。Amazon 股价在财报后上涨，说明市场目前更看重 AWS 重新加速，而不是自由现金流转负。投资者愿意接受短期烧钱，因为增长已经开始证明需求存在。这和 Alphabet、Meta 财报后的市场反应形成对比。几家公司都在提高人工智能资本开支，但市场更愿意奖励 Amazon， 是因为 AWS 收入增长直接对应计算需求。Amazon 可以清楚展示客户在购买算力，合同积压也在扩大。Meta 和 Google 的部分人工智能投资主要用于改善内部推荐和搜索，收入回报更难单独计算。AWS 则直接按照计算和服务使用量收费，只要客户继续使用，收入就会增长。不过，直接收费并不自动意味着高回报。AWS 仍然需要证明人工智能收入的利润率可以接近传统云业务，也要证明自研芯片和规模效应能够抵消高昂资本成本。判断 Amazon 接下来的表现，需要观察几个指标。AWS 增速能否继续保持在 30% 以上，合同积压能否转化成收入， AWS 经营利润率能否在高折旧下保持，
Trainium 采用率是否上升，以及自由现金流什么时候重新转正。零售业务也不能被忽略。北美和国际业务利润继续改善，可以为 AWS 投资提供现金。如果配送速度、广告和第三方卖家服务继续提高零售利润率， Amazon 就拥有比纯云计算公司更强的内部融资能力。广告业务则可能成为缓冲，它增长快，利润率高，也不需要和数据中心投资一样的资本。如果广告收入继续保持2%以上增长，就可以部分抵消人工智能建设对现金流的压力。我的判断是，这份财报证明 Amazon 的人工智能投入已经开始产生真实收入。AWS 增长 37%， 合同积压接近5000亿美元，说明需求不是只存在于管理层的演示文稿里，企业确实在购买计算能力，也愿意签长期合同。Amazon 的优势是它不需要压住单一模型，公司可以出售英伟达芯片、自研 Trainium、Bedrock 平台、数据库、存储和安全服务。无论最终哪一家模型公司获胜，只要训练和运行发生在 AWS、Amazon 都有机会赚钱。但 Amazon 也正在进入历史上最资本密集的阶段，2200亿美元资本开支和负自由现金流，意味着投资者需要接受利润增长和现金回报之间可能长期错位。过去购买 Amazon 核心逻辑是电商规模、Prime 生态和 AWS 高利润，现在还要加入一个新的判断，Amazon 能不能把庞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转化成足够高的长期资本回报。如果 AWS 继续高速增长， Trainium 扩大采用， Bedrock 成为企业使用多个模型的标准平台，今天的投入可能像早期建设 AWS 一样，成为未来10年的护城河。如果人工智能模型逐渐同质化，算力价格下跌，客户把工作分散到多个云平台， Amazon 可能拥有更大的收入，却不一定拥有更好的现金流。Amazon 第二季度给出的答案是需求目前足够强，公司宁愿多建也不愿错过。市场这一次选择相信它。接下来要看的是2200亿美元投入以后， AWS 能不能继续用增长和利润证明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烧钱，而是 Amazon 下一台真正的现金机器。感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